好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下智利的马普切线。粉丝的要求是让我们一直点到最下面这个意志统一啊，然后把放出来的这些国家核心全部吃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，就是希望我们能主要用骑兵作战，因为这个马普切线给的骑兵 buff 还是挺多的。不过现在来看也不是很多啊，就 15% 的骑兵攻击。如果放在上一个版本用这个正规传承再额外加 5%， 还是勉强能看的，现在的话稍微吃点亏。作为南美 DLC 国家，开局还是先点一下它这个复制粘贴的军事线啊，先拿一个军工，不然我们开局2个军工实在造不出什么装备。剩余军工都往下面造一点，因为后面会内战，内战我们分的地都在下方。国策给的25点军事经验到手之后啊，就可以做我们经典的一炮师了。把所有部队全部改成一炮师，主要也是方便我们打内战啊。国策线只要点到为平定战争复仇，就会爆发内战。这个内战最好的解决方法我也没想到，只能用一炮师来解决了。前期在决议栏里面有一个智利民族社会主义运动，它会一直读条。如果我们在时间结束之内没完成的话，就会扣很多点数啊。因为时间紧张，所以我们得赶紧把这个政变以及下面解决马普切冲突都点掉。从介绍来看，这个伊瓦涅斯将军是重新获得了失去的总统职位，而且他是愿意支持保守派和这个法西斯的。从国策效果能看出，中立支持率直接多了 60% 啊。解决马普切冲突一点完，我们决议里面这些读条的事件就没了。现在又给我多来了一个伊涅瓦斯敕令治国，这个决议就是催我们打内战的，内战开始的越晚屁事就越多。下面这个的话是给我们内战开始后加一个 buff， 用处还是挺大的。后续的国策看了一下，削弱枪骑兵能让它少一支部队，其他的就是给我们加 buff 了。感觉右边这个用处不大，所以先把左边的都点掉。虽然很着急打内战，但是为了能将来多一点 buff， 我们还是多点了几个国策。这边让我们选一个持斧人啊，一个战时的酋长。看了一下，中间这位比较强，他给5攻10防的，这个核心攻防意义不是很大。关于阿瑙卡尼亚议会，我们肯定是联合更多的人啊，虽然会扣稳定度，但是能有更多的顾问可以使用。这次是一直拖到了37年的7月份才开始打内战啊。内战开始之后，我们分到了4个新的部队，外加3个一炮师，这一炮师直接改成主力就行。这边有2个陆军大师，左边这位不能成为国家领袖，那就先选右边这位吧。然后就是我们的骑兵部队专家了，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骑兵编制啊。开局是有的，那把这3个一炮师直接转成骑兵师好了。分到的这3支部队名字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啊，看样子都是普通的步兵师带一个侦察，意义不大。没绷住的是这个伊瓦涅斯正在向秘鲁出售阿里卡啊，直接把我们国家卖给别人了吗？这个国策跑完的话，我们还能多2个工厂，没想到卖国还是赚的，不过很可惜没让他跑完啊。没有元帅直接晋升一个吧。这边山地专家加骑兵指挥官啊，看来这个智利是真不缺骑兵大师啊，全部安排上。内战开始后还是很快陷入了僵局，毕竟双方部队都没什么实力，这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只能以退为进了。好在我们分到的舰队比较多，是能抢到制海权的，那后面的地我们完全可以靠登陆给它全部偷回来，毕竟智利狭长的这个地形啊，非常适合沿海登陆作战。多的经验值先来一个正规传承，然后做点异营旗，毕竟我们要跑马的，异营旗不能缺少。这边先登2个部队看一看情况啊，感觉 AI 是把部队全移过来了，连这个一炮师都给调过来了。没有登他靠得比较近的这个港口，先登一个部队把这个科金博卡住，然后我们把上面的地块拿回来，这样南北夹击一下中间。
这块地显然是没人的，我们登陆之后不要动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能完美堵住下面的部队。这边是一个一炮石，可以直接给他打走。然后上面这个点也是一炮师在防守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一炮师的重要性了，完全欺骗了 AI。这样的话，他拿一炮师守港口的话，他是守不住的。这个一炮师我们也可以追着给他歼灭掉，应该是没有多余的部队了，他的主力师全在下方。前线撤下来的骑兵师，我们再运到这边抢下来的港口啊。毕竟一个师肯定是守不住的，上面这边还有个港口 ，AI 可能会运部队过去，所以赶紧往上走一下。这边先不用管，我们先把港口给它堵住。他这个一炮师是没什么用的，好像还是慢了一步啊，没有抢下这个科皮亚波的港口。不过没事，我们上面部队运过来了，往下也是可以给它包掉的。这边。这支部队继续牵制，让他的部队不要乱动。这样我们骑兵师过来的话，先分一支往下走，另外一支往上走。这个内战确实有点难打啊，主要是我们少点了一些国策啊。如果削弱他一个枪骑兵的话，可能会好打一点点。不过我们本来就这么多部队，下面的国策选择本土社团主义，这边多给几个民工。右边的话，则是能给我们加这个补给效率啊。这个虽然很强，但是后期才有效果。我们主打一个前期，依然是尝试一下登陆。上面留2个师拖时间就行了，看看能不能把这几个点偷下来，偷下来内战就结束了。这边可以牵制他一下，不过他也走不掉。目前敌军的部队应该都在我们家里面啊，全被勾过来了。死守拖时间。很显然这个港口是没人的啊，我们上下登陆把 AI 的部队全部骗到上面和下面去了，中间就没人了。那拿下这个圣地亚哥应该就结束了，这边牵制一下不让他回防。好，这样我们很轻松就打赢了内战啊，几乎没有损失。这个内战的技巧应该大家一看就会了吧，就是利用我们有制海权的优势，来回的登陆骗 AI 部队就行了。接下来国策就是最快速度点到这个光复普埃尔马普啊，这样就能直接对阿根廷宣战。然后我们部队方向还是依然先训练大量的鹰营旗啊，争取最快把这个阿根廷跑掉。他应该部队是不够填整个这么长一条战线的。工厂的话稍微匀一点给这个炮。智利这么多顾问，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加战争支持度吗？我找了半天，好像只有他了。会扣我们无稳定啊，不过能帮我解决掉这个恢复经济动员的问题还是可以的。目前我们是开了一个战时经济，刚刚内战开的。内战结束之后，因为不满 50% 战争支持度，那只能靠他了。其实我想要的是 5% 战支，因为另外 10% 战支我可以靠派顾问来获得，但是只有他可以用了，感觉有点小亏啊。只能说高手太多了，都不知道该用谁了。下一位顾问的话，我们还是先加点政治点数吧，人力实在是不够用啊，先开一个有限征兵好了，待会儿再切。
然后把我们这个1营旗稍微进化一下，改成2营旗啊，不然太脆了，很可能会被打蒸发。这边为了区别一下，把我们的主力骑兵师改成这个坦克标志啊，这样看得明显一点。再安排下来，然后和前线部队一起训练一下。主力骑兵师先塞个炮吧，增加点实力。直接扩编成30宽度吧，这样的话操作起来也方便一点。学说方面的话，考虑到这版本机动作战给骑兵加了 20% 突破啊，我们倒是可以测试一下它的强度啊。虽然机动作战没人玩，但我们玩一下试试啊。正好前期跑马要用。到了38年的8月份，总算要对阿根廷宣战了，把我们主力师全部集中到他这个空隙这边来啊。阿根廷部队肯定是填不满线的，这边2个没放兵。好，时间一到宣战，我们先开一个广泛征兵，国策继续往下点，然后周围的部队依然是牵制，先让我们部队跑马过去，把他下面的部队给他合围掉啊，可以牵制一下。不过我们这些部队也没什么实力，所以估计也是牵制不住的，尽量拖时间好了。下面这边可以让了。这个阿根廷的胜利点实在太多了，在这边和他拉扯2个月才全部跑完啊。吃地的时候先把我们的核心地给吃回来啊，可以看到这个核心从这一块往下都是我们的核心，剩余的地我们就通过傀儡的方式来吃。傀儡的时候再把这些工厂全部吃到手，资源吃到手，船也全部吃回来，这样就吃干抹净了。接下来国策继续往下点，点到讨伐帝国主义，我们就真正称为战狂了。在这个决议里面能看到，整合南大西洋诸岛中有这个福克南群岛和南乔治亚岛，这个都是英国的，待会儿打完英国给它要回来。39年的1月份发生了祈年大地震，我们这边选择第一个，能给我们加1年的美洲稳定度，大概能加 25% 的稳定吧。
目前战争支持度已经很高了，也不需要这个支持度顾问了，可以换一个。看了一圈，减10工厂产出还是太伤了，我们就选一个又加稳定度又加人口的吧，这样稳定度稍微往上拉一点，我们也不至于工厂产出那么低。我突然就有点绷不住了，是不是改过了？为什么智利这个国策就一个科研槽啊？我们玩到死也就3个科研槽，这怎么玩？是不是我漏了什么东西？没什么办法了，这个科研槽实在太靠后了，我们得赶紧点过去啊！其他的国策就先不点了吧。这个讨伐帝国主义国策点完之后，我们直接战狂启动啊！这是我见过最强的国策了，它能给我们减80%正当化战争所需时间啊！具体怎么一个概念？比如我们要打这个葡萄牙啊，正当化它只需要40天，40天英法是完全来不及保读的。就算英国的政治点数正好够保读，我们也可以通过骗保的方式，让他先把点数花掉，这样他下一次点数增长到保读点数时间已经完全来不及了。这边可以多存几个档啊，我们看看能不能邀请这个巴西进阵营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少打一个巴西了。不过他好像有点倔啊。虽然已经吃掉了阿根廷的舰队，但是从我们自己家的港口出发，想要够到葡萄牙还是很吃力的，所以巴西必须得解决啊。再来看一下意志统一这个国策，它的要求是初始国家玻利维亚、苏里南、巴西、墨西哥、美国、加拿大得傀儡掉，所以这些国家我们打下来不能吃，得傀儡。打巴西之前先打一个乌拉圭练练手吧，它也是有船可以吃的。召唤一下阿根廷，然后直接冲掉乌拉圭。他这个部队应该是打不过我们的。乌拉圭也是全傀儡，然后吃船。光速冲掉乌拉圭之后，巴西仍然不愿意结盟啊，那我们只能把它一起冲了。在我们正当化一半的时候，这个巴西突然搞了一个睦邻友好政策啊，有用吗？还是不能拉阵营啊？因为粉丝说不想看到大规模的装甲部队，那我们就简单造一个中坦混金盾啊。这边武器也不用装了，后面如果有防空的话，我们就出中防空好了。混金盾主要就是叠个甲，我们每个骑兵师塞一营坦克就行了。使用焊接装甲的话，厚度会厚一点，所以这边安排一下。没想到这个贬值比索还要等365天啊，那这个国策确实有点逆天了。哎，只能先往下点了。到了39年的7月份，总算正当化好了，没人能保读，那我们直接宣战了。先把 AI 的部队全部要过来，防止捣乱。放在后面看戏就可以了。然后其他部队也都调走，仅留一些主力师在前线啊。然后宣战。
好，我们也是光速跑下了巴西，考虑到后面国策要吃他核心，所以这边就直接全傀儡吧。巴西傀儡之后就是去打一下葡萄牙了，现在正当化葡萄牙只需要25天。这个时间顺便再消灭一个巴拉圭啊，刚刚已正当化好了。骑兵编制也稍微改一下，这边一个骑兵换成中坦，稍微混个精盾。只能说这局打的有点晚了，没能蹭上这个法国啊！法国居然在巴拉圭之前投降了。这边还是全傀儡吧，懒得管了。在这边折腾了一下，发现只有我们的战列舰啊，它航程有3000千米，能够得到这个葡萄牙。那也可以啊，我们夹击一下这个波尔蒂芒的港口。这边西班牙的正当化也做的差不多了，打完葡萄牙正好打西班牙。这边先开个强攻，其余部队从侧面上岸夹击一下。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师从侧面给他整一个包围惩罚。有部队想过来增援啊，给他难住了。好，这样的话主力师就全部上岸了。科技方面，因为粉丝不想要太多装甲师，我们就玩飞机好了。部队先填到前线去，目前补给还不太够，总共12个师应该是能拿下的。家里面剩余的部队也可以过来填个线。好，到这边我们就成功拿下了葡萄牙。葡萄牙的地依然也是全傀儡啊，就不搞那么多小国家了，没必要。这集录到这边感觉也差不多了，我们目前靠占领拿了43个工厂啊，已经成为一个中型国家了。接下来就是打西班牙，打完西班牙就是图谋一下英国的土地了，下集再说吧。